大伙儿最近看新闻，估计都被菲律宾那个小马克思给整烦了吧？哎，这个家伙自从这上台以后啊，在南海那叫一个蹦得欢。今天派条破船去仙宾礁赖着不走，明天是拉着美军搞联合军演，甚至还搁国内立法，公然把咱们的黄岩岛、南沙岛礁划进他们家的锅里，那调门高的，不知道还以为菲律宾成了太平洋霸主呢。可就在小马克思做着美梦，以为有美国撑腰就能在南海横着走的时候，前2天中国突然慢条斯理的放出了2个超级大招。这2招一出啊，好家伙，不是在海面上给你撞船也不是给你隔空打嘴仗，而是直接搬出了历史大账本，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菲律宾的遮羞布给撤了下来。国内顶尖的学者们直接开会，把历史翻了个底儿朝天，最后得出一个让菲律宾魂飞魄散的结论：你菲律宾现在占着的巴丹群岛，在历史上那可是属于我国台湾省的。咱们先聊第一个大招7月8号那天，中国自然资源部下属的权威机构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双语报告，名字叫《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哎，别看这个名字一股子学术味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来，你天天在国际上嚷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今天咱们就把当年你们祖上还有你们干爹当年立自举的合同抬上来，当面验算一下。菲律宾天天在国际上是装可怜编故事说黄岩岛是他们的，南沙是他们的，理由无非就3条第一，离我近；第二，我先看见的；还有第三，这属于我的专属经济区。中国这份报告拿着放大镜一条一条的给你当场捏碎。首先，什么叫离得近就是你的？国际法里压根就没这开玩笑的常识真要是谁近归谁，那邻居家的院子离你家大门最近了，难不成你今天晚上把床搬到人家院子去睡这不是耍流氓吗？其次，什么专属经济区海洋法讲究的是陆地决定海洋，得先证明这块陆地是你的，你才能往外划海域。菲律宾现在是把这个顺序给弄反了，先圈了一片海，再倒推里面的岛礁是自己的。这就好比你还没买地呢，现在半空中盖了个屋顶，这地基它能稳吗？最绝的是中国这回不跟他扯那些虚的了，直接翻出了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的巴黎条约，1900年的华盛顿条约，还有1930年英美划定边界的条约。这些条约是什么呢？那可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建国领土法定范围的出生证和总合同合约里是白纸黑字，用经纬度坐标把菲律宾的国界线画的是清清楚楚你菲律宾的领土基本上就被框在东经118度到127度之间。各位，你们打开地图一查经纬度，好家伙，咱们的黄岩岛、南沙群岛根本就在这个框框外面。而且呢，报告里还扒出一个更要命的细节菲律宾自己早年的官方地图和档案里在1997年之前压根就没把黄岩岛算进自己的领土。你们1994年自己签发的领土边界证明书里也老老实实写着以巴黎条约为准。这就是典型的在外面吹牛不打草稿，回家一翻账本全是漏洞中国这一手是在国际法理的话语场上，直接把菲律宾过去几年精心包装出来的受害者人设给当场砸了个稀烂。那如果说第一份报告是把菲律宾在南海伸出来的爪子给剁了，那接下来的第2步棋就是中国直接反客为主，朝着菲律宾自己的天灵盖上拍了一砖。那就在报告发布的几天前，6月30号，国内一帮顶尖的重磅学者在广州开了个研讨会，讨论的主题非常的刁钻，极其辛辣。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群岛的主权问题。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巴丹群岛，大家看看台湾省本岛的最南端，再看看菲律宾吕宋岛的最北端，中间隔着一个著名的巴士海峡，而在巴士海峡中间呢，趴着一串细长的岛屿，这个就是巴丹群岛。这个地方最近为什么这么热闹因为菲律宾鬼迷心窍啦，在今年的5月底，突然拉着日本发表联合声明，说2家要启动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他们想借着日本的势力，在台湾省以东巴士海峡这一带，把周边的海域给圈起来，联合外部势力来卡咱们中国海军出第一岛链的脖子。小马克思和日本那帮政客当时估计挺得意的，觉得这个棋下的妙
结果中国学者冷笑一声：“小样，跟中国玩历史和法理，你还嫩点儿。既然你非要聊这块海域的主权前提，那咱们就先聊聊这巴丹群岛到底是谁的。”研讨会上，学者们从地理、历史、文化、法理4个层面，像剥洋葱一样，把菲律宾的底裤又给剥了一层。第一，地理和文化上，专家指出，巴丹群岛和咱们台湾省同属于同一个地理岛弧，从地质结构上来说，它就是我国台湾本岛向南的自然延伸。而且呢，巴丹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伊凡坦人，不管是语言啦、长相啦，还是那个生活习俗啊，跟台湾省的高山族啊，那是有着极近的族群和文化血缘关系的。在台湾扁政府时期，岛内外交刊物自己都承认了，这两族人根本就是失散数百年的亲兄弟。还有这第二啊，最致命的法理大水来了。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的巴黎条约嘛？这条约规定啊，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菲律宾领土，其最北边的界限死死的定在了北纬20度。各位，你猜怎么着？巴丹群岛刚好位于北纬20度以北。也就是说啊，当年西班牙人把菲律宾卖给美国人的时候，这个合同里根本就不包括巴丹群岛。西班牙人没卖，美国人没买，你菲律宾后来是从美国人手里面接的盘，你哪来的这块地的合法主权支撑啊？你这个链条从1898年开始就是断的。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啊，这块地方在明清时期啊，一直是属于我国台湾省的管辖市县和辐射范围之内的。中国这手牌打得太漂亮了，你菲律宾不是喜欢拿条约说事儿，喜欢拿国际法概念来压人吗？行啊，中国现在呢用同样的放大镜反向去检验你菲律宾自己的领土构成，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聊到这儿啊，我想想都知道啊，肯定有人会说，小懒，你天天搁这翻历史账本查100年前的合同有啥用啊？那就算你证明了黄岩岛是中国的，证明了巴丹群岛历史上属于我国的台湾省，那又怎么样呢？人家小马克思还不是在南海挑衅，美军还不是该演习演习？你以为中国费这么大的劲儿，只是为了跟你在网上打嘴仗，争个口舌之快吗？大错特错！在国际政治里，法理和历史铁证那叫师出有名的通行证。咱们办事啊，向来最讲究8个字儿：师出有名，后发制人。各位，你们回想一下啊，在黄岩岛宪兵礁一锤定音的时候，咱们是怎么干的？咱们可不是一上来就开火，而是先把历史依据、法理报告往桌上一拍，把道理先给你讲得透透的，在国际道义和法理上把这个坑先给你挖好。这个时候你要是听劝呢，大家是相安无事。你小马克思要是觉得手里面有两杆美国人淘汰了破枪，就非要往中国挖好的法理坑里跳，那对不起啊，等中国真正掀桌子动手清场那天，咱们的大炮和导弹落下来的时候，那就叫合法收回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到那个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横插一脚，他在国际法理上也找不到任何一条借口来指责中国。因为是你菲律宾先违反了你自己祖宗签的巴黎条约。以前呢，咱们实力不够，有些账他只能先记着。现在啊，咱们连这航母都有3艘了，万吨大驱跟下饺子一样。这个时候把账本翻开，一条一条核对，你以为是在跟你开玩笑呢？咱们接着聊，这2记大招砸下去之后，国际上的反应非常微妙。截至到7月9号，菲律宾官方除了国防部长无能狂怒的骂了几句街之外官方对此是一片死寂至今没有任何正式的回应。各位，沉默本身就挺能说明问题的。你想平时咱们在南海要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菲律宾的海警发言人外交部那个小嘴跟机关枪似的，能在推特和路透社上给你喷个3天3夜。怎么这回中国连甩2份历史法理的铁证大礼包，菲律宾官方突然就变成哑巴了呢？因为他们是真的露怯了。中国这回抛出来的全是100多年前的国际条约的原文，以及他们自己建国初期的官方文件。这玩意儿你怎么驳呢？你总不能说1898年的巴黎条约是中国人伪造的吧？你只要一回嘴就得顺着中国的逻辑去查经纬度。一查经纬度，黄岩岛在框外，巴丹群岛在框北，怎么算自己都亏死呀。官方虽然是闭嘴了，但是菲律宾国内的一些亲美的智库和外部舆论已经开始忙活坏了。
有意思的是他们不想着怎么从法理上自圆其说，反而开始叫嚣，说要把美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范围直接扩大覆盖到巴丹群岛，鼓动美军赶紧驻扎过去，跟中国硬杠。我听到这儿只能摇头冷笑这种思路看着挺强硬的，实际上虚的不行。你主权依据不合法，塞再多大兵过去，能把黑的变成白的吗？所以说中国这次连放2个大招，重点根本就不在于跟菲律宾的舆论上吵赢，而是把这件事情给讲透。南海问题，台湾海峡周边的博弈，其实讲到最后拼的不是谁在海上的嗓门大，也不是谁会对着西方的摄像机演戏造势，拼的是历史证据，是法理连续性，是谁经得起对历史文本和国际法规则的反复推敲。那随着巴丹群岛这个极具杀伤力的法理议题被摆在桌面上，也标志着中非这场博弈已经彻底从海上的猫鼠游戏延伸到了法理的深水区。中国这次释放的信号再明确不过了牌你菲律宾可以接着在外面拉人一块打，但是底牌和历史大账，中国也会一条一条的接着给你算。而且这一次我们会算的比以前更细，算的比以前更狠。